早上起来就收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，村里的领导通知我，这里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历史建筑，不能改造，我只能搬到二叔的老房子里面。这里虽然没有4合院，也照样能实现我的田园生活。现在二叔带我整体的参观一下，我感觉这里墙也倒塌，瓦片也掉落，木头也腐朽，面临着很多改造上的困难。但是我信，我一定会改造出我想要的感觉。我觉得大家关注我也是因为我，而不是因为那4合院。希望大家依然像以前一样支持我，你们的每一个点赞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。不花1分钱能改造出自己理想中的家吗？说干就干，今天就是二叔跟我一起先把院子里的杂草全部除去。通过1小时的时间，门口的小路已经被我们清理出来了。继续将院子里面的杂草清理出来。看着只是几小根草，但是让我们干了整整1下午。一身毛病的我，为了理想的家，咬牙也要把院子打扫干净。把经常干了活的二叔也累得不行。干活中，邻居家的奶奶突然进来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她的小羊羔。她说前几天她的小羊羔在门口不见了。一只小羊对于常人也许值不了多少钱，但是对奶奶来说可能是1个月的生活费。希望投诚的朋友们看到后能帮奶奶找回小羊。干了1天，终于把院子里面的杂草清理完了。明天继续，可一场大雨让我改变了今天的计划，只能在室内做一些其他的改造。今天做不完了，明天期待我的成品。上次用猪圈门改造出来的茶桌，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这次和棺材铺的老板要了一块木板，用来重新改造茶桌。年少时和爷爷学过一点基础雕刻，学艺不精，希望大家多多指点。以前我说过不花1分钱改造，
感觉有点不现实。今天就让我花了26块，给大表哥、二表哥买了2包纸云，他们才愿意帮忙。拍了这么多视频，大家都认为我是全能女汉子，毕竟我还是个女孩子，只能叫他们来帮忙。最终改造的所有方案都是按我的想法去做。今天先把老房子的石棉瓦全部拆除，按照原有的基础改造厨房和大门。拆下来的木头能用就用，不能用的话就处理掉。表哥们重活都干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都交给我了。把碎渣渣全部倒入以前的猪圈里，又来填平厨房的地面。干了一中午，大家都累了，但是这种细活还是我们女人做起来比较细致。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材肯定是不够的，刚好村里有一间老房子要拆迁，我就把这些旧木头全部要了过来。人家摆在家里也是大柴烧，为了节约改造成本，我只能废物利用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改造呢？后的回忆。今天木料还是不够，又让二大爹给我送了一车。曾经在城里工作的我，根本没有想过要继承家里的手艺。现在居然派上用场了，我一个人肯定是做不完所有的木料，所以我又花了26元，买了2斤二大爹最喜欢的3线肉，让他过来帮我，不花1分钱改造，你相信吗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。把老房子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真的不用花1分钱吗？房顶改装完成，我才知道是不可能的。虽然我用了很多旧木头和旧木板，但房顶盖到了一半，材料就不够了。我又花了600块钱补足了剩下的层板。这几天我把村里的亲戚都喊了个遍。房顶盖完以后，剩下的活只能靠我自己了。
接下来的房顶，大家猜猜我会怎么去装饰？今天家里面的这几堵墙，我不花1分钱就能把它做完，你们相信吗？为了还原儿时的记忆，我决定用土砖来砌墙。也许现在的00后们都没有见过土砖了，但是土砖是我们80后的回忆。曾经家里的老房子都是土砖建的。到这里，我的预算真的不打算花1分钱，要么就自己出力，要么就欠亲戚点人情。所有材料都是现帮现用，比如墙的拧现场就有，木头都是亲戚家拆迁下来不要的，房顶自己去割茅草就能把房子改造出来。但是现在想着最起码要让房子住得安全，所以花了钱买了房顶的几片层板，可能到后期也要花钱去买几包水泥。但是我相信我的改造应该是全网最便宜的了，现在只剩下的就是美观上的问题了。今天邻居家的奶奶看见我的改造都大吃一惊，说我这个小姑娘也太能干了，这么几天就能把这么破烂的房子改成这样，还问我到底图什么。老铁们，你们猜猜我到底图什么？
你是不是想做第二个李子柒？在这里，我想跟大家说，我成不了第二个李子柒，我也不想做别人的影子，我只想做自己。但是他还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。为了以后拍在生活中做美食的时候，我把窗子做得特别大，这样采光就更好，也能拍到窗外的美景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这种设计？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，那就评论区告诉我。也补完了，今天去田里和邻居要了一些稻草，准备给房顶上铺上一层。稻草虽然没有瓦片好，但是成本很低，而且又比较还原原始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用稻草铺房顶。
鸡翅断肠，愿在天堂的爷爷，你一切可好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更新，且就爷爷的离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。的菜最好吃，我觉得那就是土灶了。用土砖和和的土力搭建一个能够同时有2口锅的土灶台。先搭建好基层，基层能够承一定的重量。其次，基层之间要留一定的空间到底，能够让空气流通以及灰漏的位置，后续起到增加火势的作用。灶台的中间层各添加1块炉桥，可过滤烧尽的柴火。再做2个灶眼投柴，飞溅到合适的高度。上层留1口大锅，1口小锅，锅里煮饭、炒菜，锅下即可添柴烧火。灶台的基本功能都实时完工，这就是灶台看着不那么招人喜欢。